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的测评内容呢是来自于Marvel Legends 的一个 Deadpool， 但是它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死士，是毒液和死士相融合之后的一个毒液死士这样一个形态。然后我在旁边放了一个正常体态的死士，可以看到它的体型还是比较巨大的。OK， 那我们也就废话不多说，还是从和会开始说起吧。那么首先就来看到我们的和会，这里是一个很大的 Deadpool 的标志，然后这里是一个 Vision Pro， 也就是Venom Pro， 这是一个毒液死士的意思。然后这也是很经典的一个Marvel Legends 的标，然后这个盒子里面的背景可以看到是红黑点相间的一个背景图。然后这次的配件的话，其实是给了2把刀，一个背带，就一个连接的那个刀鞘，然后2个替换手，其他也没有任何的配件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侧面，那侧面呢就是一张漫画里面毒液死士的一个例会，再到最后屁股后面，这里是一个例会的完全体，非常的漂亮这张例会。然后这里是关于 Venom Pro 的一些介绍，然后这个也就不多说了，大家知道。然后侧面这里是一个死士的标志，包括顶上也是死士的标志那么和会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主体。OK， 那么现在你所看到的就是我的主体以及所有的配件了。当然有些配件我已经将它组装在了这个Venom Pro 的身上 ，Venom Pro 的身上就比如说这个刀鞘以及这个2把刀都是后才装上去的。然后这里要值得一提，它的组装方式其实就是硬把它往上一压好之后再拿下来再装上去就会有些麻烦，所以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刀的素质以及它的其他的替换件吧，就是2只手型其实它的张开手型才是替换件，一开始在盒子里它是握持手型，这些在待会儿测主体的时候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来看一下这次刀就很难评吧，上面坑坑洼洼的，可能是想做一些这把刀经过岁月的洗礼，然后或者经过了很多战斗的这种感觉，但是它的塑料感还是非常重的，一点金属感几乎都是没有的，就是非常一体成型的一个塑料发色，然后这个刀柄也没有任何的布的工艺，只是一个很肉的塑料的一个细节，然后将它插回去，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状态。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主体本身。那么首先我们就来讲这个玩具，我认为它最精髓的地方，也就是它这颗头雕。我之前也了解过，它好像在之前是出过一个组合人的形式进行出场的，和之前我测评过的奥丁一样但是呢我们并没有入手然后我也看了其他博主对比了一下，可能只是它的面雕上会更加精细一些，并且它的颜色会更加的鲜艳一些之前会暗沉一些有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去搜一下对比一下购买哪一款。当然我推荐肯定是购买这款新，买新不买旧嘛。然后我们来看到主体本身吧。这个头雕我感觉做的还是非常传神的尤其是这个舌头部分，给大家放大看上面的褶皱和阴影都有给它做出来，然后这些牙齿也是恰到好处这里稍微有个一期但不拘小节嘛，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总的来说这样一个头雕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这个订书机订书钉把这个一样的眼罩给它钉在上面，因为它可能会撕裂这个衣服，这个细节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据我所知这些细节在前一版身上也是有的，只是这一版都进行了一些更好的浮雕的刻画以及颜色的设计，还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我们再看到整体。那么看到整体之后，我们就来看到它的一个背带吧，背带和腰带连接的这样一个区域。那么值得一说的是，这里的一个背带的一个刻画还是非常不错的，上面仿皮做的非常的不错，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孩之宝现在做仿皮质的这样一个外形已经非常炉火纯青了，包括之前我测评过的一个恶灵骑士身上的皮，这种皮质的拿捏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下面布置的一些褶皱都有做出来，然后背后的2个刀鞘其实就会稍微显得肉一些了，他想表达的其实是布裹起来的感觉但恰恰相反，就感觉这个就比较廉价比较肉，但是你平常摆的话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也不太会去注意到后面的刀鞘。然后来看到它的腰带，然后这次稍微有点肉，但是相比上一个好像是也是鲜艳了一些，这个重涂了进行，然后中间是有一个类似于金属一样的涂装在这里，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注意到。然后这里的一个金属涂装也值得一说，还是不错的一个涂装，给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金属涂装还是稍微有点以假乱真，但仔细看看还是非常明显。OK，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它的躯干部分。那这次的躯干，我们先从整体来看好了。是一个大身体小腿的这样一个状态，是不是非常明显？它的二头肌都非常的庞大，包括它的上半部分是个倒三角的形式。但是这样的玩具，我本来会以为它的接地性不怎么样，但是它恰恰相反，它的接地性比很多人偶都要好啊！不管是你这样掰一下做这些动作，你就随便我掰一下。这样弄好，它就可以很稳的站在桌子上了。然后它的关节紧实程度也是可以支持它做这些动作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它身上的一些细节吧。像在头上的这种订书机的一个细节，在全身都是有遍布的，因为黑红交界处都是有这种订书机的细节，还是不错的。然后黑色的区域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成型的塑料的本体的颜色。然后红色的部分大家仔细看一下，可以看到上面它有一些尼龙的刻画和布艺的一个刻画，所有的红色部分都是，包括它的替换手。然后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些脚铐、脚链这些金属成色就和刚刚刀的一个材质是有了一拼了做出了一些划痕以及褶皱感，但是它的金属感就没有那么重。然后包括这里的一些尼龙都可以看出，但是呢，这次也值得一提是，这个都是有孔关节好像并没有在关节和素体上面做太大的升级，只是在颜色和一些细节的刻画上进行一个升级。然后我们来看到它的手，也是值得一说，它上面的爪子还是比较锋利的包括手上的一些青筋透过这个小的尼龙都有做出来，那这个细节还是给到非常不错。然后整体将它放在这儿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状态，像摆狮什么做这些比较有张力的动作都非常不错。这样一个形体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我在去年的10佳评选里我也是把它放到了第1。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它的可动吧。这么一个大家伙，它的可动究竟会如何呢？ OK， 那首先还是老样子，先是头部可动上下差不多是这样的左右是没有太多的，但是360度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这是一个类似于光头的头雕。然后我们来看到它的手臂平举差不多就是摆到这样一个程度，也不能再高了但是你进行一个反关节的平转，它差不多可以到这儿。然后来看到它的一个手肘，它是单关节的，然后差不多也就只能到90度但是这么一个大家伙到90度已经非常不错了而且它的关节并没有特别紧实，也没有很松，正正好好的一个状态，不像之前的奥丁会特别的紧，很难掰。然后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腰部的一个折叠，往前是可以到这样一个状态，往后是一个齿轮关节差不多到这样一个状态。其实它腰部的一个关节的可动并没有给它太多的可动。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它腰部其实是有一个平转的，这里被腰带遮住的一刀切，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然后来看到它腿部的一个可动，前踢给大家看一下，前踢差不多到这儿，后踢差不多到这里，然后侧踢是这样一个程度。然后它双关节可以做到一个折叠的情况，大家伙这个也还是不容易还是值得表扬。OK， 那么可动呢，我们也就差不多是做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会给出我的一些购买意见。OK， 那么总的来说，这款玩具呢，其实是给予我比较多的惊喜，但是呢，总的来说就是我一见钟情，一看到这个盒子里的内容物以及这样一个 IP，死侍毒液这样一个融合体，我就感觉走不动道了包括这种大家伙，我本身也会更加喜欢，我买了许多的大家伙。然后现在的市场价基本上是在300到380之间徘徊，然后现在比较多的价格呢是350左右，然后最高差不多也有到380多，然后最低的话稍微有些瑕疵320、310都有，然后二手的话甚至可能掉到290多，但是会有些小瑕疵，然后大家也是量力而行，看自己的需求而去购买。如果你没有前一支的组合人的话，其实我是特别推荐你去购买这一支 Marvel Legends 的。不
管是在细节还是在涂装上，其实我觉得它都是已经到比较高的一个水准线。但是它的素体呢，可能是沿用了之前的素体，有些有孔关节可能是稍微有点影响美观，但是在这样一个玩具的身上，并不太会体现出这样的感觉，还是给人一个比较震撼的感觉。我特别喜欢这只玩，战士也会放在比较高的地方，让大家一眼看见它。然后这种怪角色，我感觉也会占到大家比较多的一个审美。然后包括死侍和金刚狼这样一个电影一出，死侍的热度其实是蹭蹭往上涨。然后孩之宝在这个时候出这样一款玩偶，其实我感觉还是有一些私心的，想要通过这个热度，对吧？然后做一些买卖生意，对吧？多赚一些钱。然后现在这个价位，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一个状态。差不多就是一个小套装的状态吧。但是你看它的这个体型，基本上和之前的灰浩克也差不多大。然后和浩克也差不太多大，只是比刚刚上次测评的一个反浩克装甲略小一点点，所以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购买的。好，谢谢大家，这里是我玩小邹，你的一键3连是我更新的动力。